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来講千萬網紅藍占飛在南非遇險被勒索錢財的事件。12月8號，擁有全網幾千萬粉絲的旅遊博主藍占飛，他在南非開普敦旅遊的時候呢，就遭遇了一場有預謀的綁架。整個事件的專業程度和殘忍的手段都讓人脊背發涼。為什麼說這個事件非常殘忍又讓人脊背發涼啊？因為根據藍占飛的陳述，他被逼着在黑哥們面前拿着杯子取經取生物樣本啊。我們這絕對不是諷刺或者嘲笑哈，而是這個過程絕對會讓任何一個成年人都感到非常的羞辱，而且會產生精神和心理上的創傷。藍占飛在最新的回復中也表示他感謝中國大使館，也就是說中國的外交層面已經介入這個事件了哈，这個案件大概率有可能會被偵破啊。希望藍占飛不僅能夠盡快追回金錢，而且呢也能在心理上能夠盡快撫平創傷哈。那今天我們就來詳細講講這個過程，以及另外一個網紅博主峰哥他也曾經遭遇過類似的事件，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藍占飛的這次南非之行原本他的計劃呢是從開普敦出發，然後前往南極點。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在網上公布自己行程的時候，從這一刻起他就已經成為犯罪分子的一個獵物了。綁架團夥呢由一名中國人帶領2名黑人組成。其實這整個綁架團夥是遠不止這3個人的哈。讓人細思極恐的是這個團夥其實他提前半年就開始布局了，他們買通了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精準掌握了藍占飛的航班信息和抵達的時間。在機場呢，他們又偽裝成粉絲，想要接近藍占飛，準備把他騙上士山，準備把他騙上事先安排好的出租車。當時在機场门口就埋伏了3組人員都是幫派成員偽裝的這個出租車的司機。幸運的是藍占飛他選擇了官方出租車，躲過了第一劫。但綁匪顯然是不會放棄的，他們買通了5星級酒店的內部工作人員，之後就一路跟蹤藍占飛到了入住的酒店。在深夜12點的這個最容易讓人放鬆警惕的時間點，綁匪用酒店服務員的房卡直接打開房門，持刀闖入房間。當時藍占飛是從睡夢中被叫醒的，刀已經架在他脖子上了。綁匪開口就是300萬。隨後就開始了長達4-5個小時的這種劫持他們逼迫藍占飛轉賬，強制他申請各種網貸，就擼網貸，把他的存款一掃而空據說根據網絡的傳言，被轉走的金額最後是高達1700萬，加上各種網貸，損失有可能超過2000萬。當然了，這個數據是網上的一個傳聞，真實的數據就看藍占飛自己想不想透露了更令人震驚的就是這個綁匪的手段，他們剝光了藍占飛的衣服，拍裸照，讓他舉着身份證簽署各種欠款的文件，然後拿出女性的衣物，讓他不停的這麼揉搓，從而呢收集一些指紋還包括一些什麼 DNA， 然後又收集他的口水、毛髮，甚至拿刀架在他脖子上，掏出杯子，逼迫他自己採集精液這些生物樣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偽造強姦案的證據。這綁匪就威脅他說：“你如果敢報警就用這些證據誣陷他性侵，在南非呢就制造一起強姦案，就栽在他頭上。”到那個時候即使藍占飛有100張嘴，可能也說不清楚所以後來藍占飛在他後來的文章裡是這樣描述他當時那種絕望感他說：“知道絕望2個字嗎？睜開眼刀架脖子，張口就說要300萬就夠了。”他說自己1天1夜都沒睡覺，被劫完之後也不敢跑出酒店，怕遭遇2次的劫持。他在酒店房間裡一直頂着門，直到早上7點半，中國大使館的安保人員來了，才敢走出房间到安全屋。在綁匪離開之後這個30多歲的男人，他說他自己情緒失控，大哭大喊。他說自己走遍7大洲，從來沒有被外國人搶劫過，反而在南非被中國同胞綁架了。在凌晨4-5點的時候，綁匪終於離開了，但在臨行前還放下狠話如果不在早上8點準時離開南非，就會把他殺掉。事後藍占飛就立即向國內報警，並通過中國駐南非大使館向當地警方報案。但警方錄了2個小時口供之後，委婉地告訴他說，當地類似案件頻發，破案概率接近於0。錄口供呢，主要就是為了防止他被反向的栽贓，因為他不被取了各種生物的样本嘛。現在當地已經開始立案調查、調監控、取證。由於藍占飛的影響力巨大，這個新聞在最近2天就在中國的互聯網上爆火。咱們再說回這個藍占飛他之所以能夠活着離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還是在酒店裡
你雖然有內鬼，但它畢竟是個星級酒店啊，畢竟人多眼雜。那在這樣的場所發生兇殺案，影響是巨大的。這樣想想細思極恐，如果你說藍占飛當時就上了那3輛偽裝的出租車中的任何一輛，那最後的結局我覺得就是很難以預料了。对，他就可能被拉到偏僻的地方，然后就直接消失了。那結局就是基本就是撕票。所以他上了官方出租車這麼一個小細節，幾乎是決定了他當時的生死哈。其實藍占飛對於自己被綁票，他並非沒有任何預感。他當時啊，在抵達南非的時候，他還發了一段視頻，調侃式的說自己在南非被綁架的概率是增加了。我們來看一下這段視頻哈。我覺得在非洲被綁的幾率高一點。你們經常在外面吹牛逼，吹的我多有錢的，那我感覺我被綁的概率直線上升啊！這被綁了也不是什麼大事，給錢就是了。我就怕他撕票。我想當時藍占飛錄這個視頻的時候，就是一個調侃的心態，他根本沒有把這件事啊太放在心裡，他就覺得吧，這個自己也看着像個平頭小老百姓。你看他確實，他雖然已經實現了財富自由，但是平時外出的時候，那走在街上根本就是一個纯的路人，根本就不會有人想到他是一個身家幾千萬的一個網紅，太樸素了。但其實旅遊博主你長期在各大洲行走，然後各个國家的安全的治安的程度又不一樣，就是有可能會遇到各種風險哈。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另外一位網紅峰哥，他曾經在烏克蘭遭遇的一次驚魂經歷。說到旅遊博主遇險，就不得不提這個峰哥在烏克蘭當年的遭遇。峰哥的經歷和藍占飛呢有幾分相似，但劇情呢更加複雜，多了什麼稱兄道弟啊、美女色誘的環節。2024年的10月20號，峰哥就入境了烏克蘭，他第一天就被人盯上了。剛到基輔的酒店就發了一張照片，照片裡有一輛極客小轎車，上面還有酒店的名字叫尊貴羅斯酒店。詐騙團夥呢全程蹲在酒店門口等着他出現。10月21號，峰哥去夜店玩的時候，遭遇了第一波的試探。酒吧裡有高加索人就引誘他去小包間，還有酒吧女郎想把他帶回酒店過夜，但峰哥據說他自己說啊，他當時都拒絕了，他沒有上當。我們來看一下他親口講述這段經歷的視頻。好，我現在人在摩爾多瓦首都基西納烏一家非常安全的酒店。今天呢，視頻發布的時候，應該已經是中國時間11月1號了。自從我10月20號第一天入境烏克蘭的時候，我就被烏克蘭本地的中國人一個綁架團夥盯上了。我到烏克蘭第一天呢，我就發布了酒店的照片的名字，叫做尊貴羅斯酒店。之後呢，這個綁架團夥就在酒店門口蹲着我，蹲守我。當我第一天去餐廳吃飯的時候，他們就利用這個烏克蘭女孩艾米麗來跟我搭訕，加了我的聯繫方式。第一天呢，我去酒吧的時候，在酒吧裡頭也有高加索人熱情的邀請我去小包間兒。當時我還沒有感受到呢，我以為是當地人，可能說想賣我點東西。現在回想起來啊，我明白為什麼了。大家可以去搜一個公眾號，叫做馬克船長環遊記。第一篇文章就是烏克蘭驚魂，不僅有美女，亦有亡命之徒的危險遊戲。我的經歷啊，和這個馬克船長幾乎可以說是99%高度相似。不同的是，馬克船長是中計了，但是我呢，可能及時識破了，然後逃離這個險境了。哎呀，我這個整個故事太長了，我就挑重點，長話短說。一開始，艾米麗加了我的聯繫方式之後呢，就是非常熱情，大家也能想象到，基本上就是一個烏克蘭女孩向你這個主動投懷送抱，向你訴苦，說自己在烏克蘭生活多不容易啊，自己多喜歡中國文化呀，多想去中國呀，多想有中國男朋友。其實和所有的開頭都是一樣，大同小異。當時呢，我就是非常有警惕之心，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具體什麼樣的動機，我以為是簡單的那種拜金女。但是後來現在一想想啊，是非常的後怕，因為在這個文章裡頭啊，馬克被帶到了基輔南部的一個小城市，叫做切爾卡瑟。在那個小城市，當時綁架團夥給馬克介紹了一個本地烏克蘭女孩，說是在 ins 上認識的，非常喜歡馬克船長，想要和馬克船長交朋友。當天晚上他們在公園接吻了，之後就回到酒店。回到酒店辦完事之後，這個綁架團夥帶着馬克船長
就往基輔回去開車，說是開到基輔，但其實是往反方向開。然後呢，就被2個烏克蘭所謂的警察給逮捕了，把他帶到小黑屋裡，是一個沒有任何標誌的警察局。然後在那個警察局呢，对他進行毆打、恐嚇、勒索，說他強姦了14歲的未成年烏克蘭少女，在烏克蘭呢要重判12年。如果說想出去的話，最好的方式就是刑事警察。當馬克船長問需要多少錢的時候，這個綁架團伙就說了需要10萬美金。最終呢，馬克船長仍然沒給錢，而是給對方呢打了一個4萬美元的欠條，之後连夜被送出了境。這個綁架团伙呢，也是同樣的手段，想要綁架峰哥。对馬克實施綁架的綁架团伙頭目是甘肅人，叫做張小強。之前在國內啊和烏克蘭都有很多犯罪記錄。在10月23號，我在中餐廳吃飯的時候，張小強通過跟蹤的方式又製造了和我偶遇的場景。當時他跟我吃飯的時候，行為舉止就非常詭異。他一開始是以粉絲的身份過來跟我搭訕。一般來講，粉絲跟峰哥搭訕之後呢，通常就是聊幾句合影。但是他當時啊非常自來熟，和他的烏克蘭老婆直接就把盤子、杯子拿到我的桌子上，在我桌子上點了一大堆菜，想要跟我深度的交流。之後有意無意的向我透露，他過2天要去第聂伯羅辦事兒。因為之前我只向艾米麗說過，可能我過2天要去第聂伯羅進行拍攝。第聂伯羅呢，現在是一個很冷门的城市，所以呢，他說自己要去第聂伯罗辦事兒，就是或多或少向我透露，他可以開着車帶我去第聂伯羅。而且這個張小強呢，行為舉止非常怪異，對我呢也是過分熱情。當時我說我要回酒店拍攝視頻，張小強明明在我的桌子上點了一大堆的菜，但是他當时呢就一口不吃，馬上從餐廳裡追出來，說要送我回酒店。但是因為我警惕性比較高，基本上從來不上陌生人的車。之後呢，我就自己打車回酒店。10月23號回酒店之後呢，當天晚上我就是安排了跟艾米麗進行购買力的拍攝。但是當時呢，我其實已經對艾米麗有所懷疑了，所以呢，我叫了2個中國留學生跟着我一起進行拍攝，讓艾米麗無從下手。晚上拍完购買力之後呢，艾米麗幾次暗示要跟我回酒店，但是我還在艾米麗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我就直接帶着中國留學生一路小跑，我們就跑了。跑到酒店之後呢，艾米麗還是反复的問我接下來去哪。我發信息告訴艾米麗，我去第聂伯羅，我要在第聂伯羅待3天。但是第2天早上，我說我睡過了，錯過去第聂伯羅的車了。我直接就是到了車站，臨時換車去了哈爾科夫。張小強一夥呢，就是開車去第聂伯羅抓我，抽了個空。之後呢，我就一直反覆利用艾米麗誤導他們。當我在哈爾科夫的時候，我給艾米麗發信息說我在第聂伯羅。當我在第聂伯羅的時候，我又給艾米麗發信息說我現在在哈爾科夫，而且我發的內容呢，也基本上是顛三倒四的。這樣呢，在這個漫長的6、7天裡，張小強團伙一直沒有抓住我。期間呢，我也不斷的給艾米麗畫大餅。我說我要去基輔找她吃飯，我說我要帶她去浪漫的土耳其，我讓她辦護照，她說她護照過期了。通過這種方式啊，我就穩住了張小強他們團伙。在昨天呢，也就是10月30號，我悄悄的通過烏克蘭的敖德薩口岸離開了烏克蘭。這一刻呢，張小強的綁架計劃也落空了。他跟我基本上也是撕破了臉了。他直接給我發過來，我從烏克蘭敖德薩口岸出境的日期和準確的時間，並且呢，他給我發了一個帶着攝像頭的充電寶。他說他對我全程進行了錄音錄像，而且他很明確的知道我去酒吧。他說他有我在酒吧的照片，而且還有我在酒吧小包間的照片，而且他還掌握我个人的所有个人信息，对我进行威脅。目前我人在摩尔多瓦，一會兒呢我要去飛機場坐飛機了，去土耳其。我相信去到土耳其呢就會安全很多。如果我有任何人身安全問題，就是這個甘肅人張小強所作所為。謝謝大家。
還得說是峰哥精明啊，就没有被勒索到任何的钱财。最終他成功逃到了邻国摩尔多瓦，从那里呢，他直接飞往了土耳其，然后之后回国了。他在微博上就直接点名了那个人叫张小强，说是甘肃人哈，在国内和烏克蘭都有犯罪記錄。峰哥還說呢，相比於之前他在緬北的經歷，這次呢就更加的驚險。如果真被張小強這夥人綁架，勒索金額肯定遠超4萬美金。至於是否有生命危險，那就更難以預計了。峰哥後來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還說，這些人的手段其實都挺低級，還是比較好分辨的。如果是真正的粉絲哈，一般會在網上聯繫，但張小強呢是在飯店裡假裝偶遇，而且過分的熱情，說話前言不搭後語，沒有啥邏輯。聊天時自稱是粉絲，卻不敢出示社交賬號，聊天的時候也說不清楚自己是幹什麼的，一會兒說是幹醫美，一會兒說是在製藥廠賣藥。峰哥的精明之點就在於，他早早就憑借他的人生經驗發現這不對勁兒，他發現不對勁兒馬上就應對，然後他又總是在離開一個地方之後再發視頻，就不會實時暴露行蹤。而且啊，他利用那個艾米麗來迷惑這個張小強的那個行為也是非常的搞笑哈。最後呢，他成功脫險了。在藍占飛這個綁架事件曝光之後，有一位啊生活在南非的華人啊，他就發視頻說自己被網暴了啊。他收到了很多私信和留言，因為他被懷疑是綁架藍占飛的綁匪，把他氣的是破口大罵呀，說他自己根本就不認識藍占飛，也沒有參與任何的綁架。這也算是藍占飛這個綁架事件中不大不小的一個搞笑烏龍事件吧。你們看一下我上一條作品的評論區，真的絕了！我他媽一覺睡醒，我成綁匪了我！好多人無腦給我發私信噴我，網暴我說。你為什麼綁架藍占飛呀？還有很多人上來二話不說就直接開口破口大罵，我成綁匪了，我好好的綁人家幹嘛呀？啊，不是現在這個社會，我操，這有命綁有命花嗎？我在想，不是很多這個網友很多粉絲，你們怎麼回事？你們看看我在哪兒啊？我現在在哪兒啊？這個地方不安全，但是呢，你們自己不知道多留個心眼嗎？啊，對這個在海外的一些華人多點這個防備心嘛啊！哎呀，真的是，我成綁匪了，我綁架人家藍占飛，然後呢，我取人家的那個生物樣本，呵呵，然後呢，我還逼人家擼網帶。我說老子不發，你說我在幹嘛呢？我在。這什麼地方啊？我來看小動物了，知道嗎？其實藍占飛和峰哥的遭遇給所有旅遊博主都敲響了一個警鐘。這個看似光鮮的職業，其實隱藏着巨大的安全風險呢。首先，你看旅遊博主普遍收入比較高，容易成為犯罪分子的目標。藍占飛曾經在直播中透露，如果全力商業化運作，他的年收入可達9位數，9位數啊！第三方這個數據顯示，他在某平台的粉絲量達到了2478萬，一條視頻廣告報價150萬人民幣。他還公開表示自己擁有1億資產，名下關聯7家企業。這些公開的財富信息讓他成為犯罪分子眼中的行走的印鈔機。其次呢，旅遊博主需要頻繁的公布行程啊，從而方便粉絲關注。那這也意味着行蹤會完全的暴露。對，而且隨着社交媒體的普及嘛，他們經常，比如說在抖音啊、微博啊、TikTok 上面是直播自己，沒錯，那就一下就更容易追蹤你現在在哪，簡直是天然的就給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個機會。對，藍占飛他是提前半年，其實他就透露了自己要去南非的這個行程，給了綁匪充足的時間準備。他們你看又買通航空公司和酒店工作人員，精準掌握航班信息和住宿信息，綁匪甚至知道他有多少存款。再者呢，旅遊博主大多都是獨自行動，沒有保鏢隨行。藍占飛他一個人走遍了7大洲，峰哥呢也是單人旅行。他們拍視頻發視頻，往往又是實時的，讓人能精準定位他們的位置，這就給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啊。而且旅遊博主這個職業，他們又沒有團隊保護，沒有安全措施，一旦出事兒，很難第一時間得到救助。更危險的是真正害你的往往是同胞。
無論是藍占飛還是在南非的經歷啊，還是峰哥在烏克蘭的經歷，作案的主谋居然都是中國人。確實也是因為他們是華人嘛，他們能讀懂中文的這些網絡信息，所以他們知道誰是網紅，他們要去哪裡，他們有多少錢。藍占飛這個事兒好在他最後人沒事哈，虽然有一定的精神創傷，希望他盡快撫平。而且他的賺錢能力是非常強的，他這部分的金錢損失對他來說，即便是追不回來，他也應該能在很快的時間內能把錢賺回來。最後，希望每一個在路上的人都能平安歸來。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